美洲为何叫做阿美利加州？200年不到，美洲原住民又为何锐减70%？一期视频带你了解欧洲人到来后美洲发生的巨变。虽然早在11世纪，挪威人莱夫·埃里克松就已经到达过美洲，也让少部分欧洲人知道了新大陆的存在。但即便如此，欧洲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罗马教廷统治下黑暗和腐朽的社会氛围，却压抑了人们探索新世界的热情。这种萎靡的状况，直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不断发展，才开始逐渐有了改善。而如果说文艺复兴带来思想上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重要前提，那么黑死病过后100年，欧洲人口的复苏、商业贸易的欣欣向荣，则显然是叩开新时代大门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充当着重要角色。马可·波罗的游记描述了一个财富遍地的东方世界，也让无数欧洲人心生向往。不过，彼时的欧洲人要想实现财富的梦想可没那么简单，因为盘踞在东地中海的一众穆斯林势力，犹如一道铁木般横亘在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上，也无情地阻断了基督徒们的财富道路。在当时，自东向西的贸易，其利润的大头先是会被垄断陆路商路的穆斯林拿走，接着是垄断地中海贸易的热那亚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当贸易进行到西欧之时，这里的商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基于这个主要原因，为了躲避这些东方的吸血鬼去追寻财富的传说，作为欧洲小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迫切地寻求着一条新的贸易路线。此等历史背景之下，一个响亮当然也是备受争议的名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名字叫做恩里克。作为葡萄牙的王子，恩里克对航海事业的热心支持，诸如设立航海学校、鼓励航海事业等举措，让当时的葡萄牙社会激发出了巨大的海外探索热情。虽然他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通往东方的路线，而是为了探索非洲海岸，在那里建立一个可以与北非穆斯林对抗的基督教帝国。总之，他的探险目的虽没有达到预期，但却超越了他最初的梦想。而对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航海家恩里克也被誉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开启者。但在葡萄牙有着高度美誉的恩里克，在非洲却没有落得一个好的名声。1441年，在恩里克的支持下，以葡萄牙人从非洲西海岸带回第一批黑奴，并在里斯本得到热销为标志，罪恶的、规模浩大的、长达4个世纪的欧洲黑奴贸易就此拉开了序幕。恩里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对一位航海先驱影响颇深，他就是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哥伦布显然是时代成就伟人的经典案例。出生于一个中产纺织家庭的哥伦布，按照原计划，大概率是会继承家业，进而度过一个体面的人生。但在一个人人都在讨论海外财富的时代，谁又甘心只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呢？更何况这个男人自幼就热爱航海。哥伦布的妻子在其传奇的一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哥伦布的岳父就是当年恩里克王子手下的一位船长，名为巴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洛。藉由这种关系，哥伦布得以直接接触到了恩里克的航海成果，也为他之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为了去探寻恩里克所描述的奇闻异事，当然也为了寻求东方的财富，深信地缘说的哥伦布筹划了一个西航至东方的庞大远航项目。但很显然，这个庞大的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他自己一人无力承担。为了获得资金支持，哥伦布奔走于巴黎、里斯本和伦敦。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哥伦布最终于1492年获得了时任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支持。根据约定，哥伦布和他的后代将作为西班牙开拓殖民地的总督，为西班牙的海外事业服务，并且可以获得来自殖民地1成的利润。1492年8月，哥伦布从帕罗斯港出发，率领3艘帆船，承载着自己的梦想和西班牙王室的期望，正式开启了对海外世界的探索。这一年的9月，在途经过加那利群岛以后，10月12日的凌晨，哥伦布的船队看到了陆地上的一丝亮光，所有人都惊喜万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印度人的萤火。次日，历史性的时刻诞生了，白种人与有着同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发生了首次接触。当哥伦布看到这些与印度人有着类似肤色的土著居民之时，他显然确信自己真的来到了印度。哥伦布评价这里的人非常落后，仅靠50人就能轻易征服，他们没有信仰，可以以异教徒之名将其奴役。而傲慢的白人对印第安人摆出的姿态，仿佛也预示着这片大陆在未来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由于哥伦布一行人没有在所谓的印度寻找到东方的香料，这让人们对哥伦布产生了很大的质疑，而哥伦布却拒绝承认失败。自1493年完成了第一次的美洲之旅以后，此后自1504年间，哥伦布又完成了3次的欧美来回航行，足迹遍及加勒比海、南美洲和中美洲等地。1506年，55岁的哥伦布逝世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哥伦布的航行对未来美洲的开拓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不言而喻。这些陌生陆地的名字，按理来说被称为哥伦布大陆似乎才比较合理，但事实上，美洲却被称为阿美利加州，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这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分歧之一。由于哥伦布到达美洲之时，他坚信自己到达的就是亚洲，而不是什么新大陆。人们对此虽有质疑，但也很难明辨真假。而这却给到了另外一个探险家难得的历史机会，他就是佛罗伦萨人阿美利加·韦斯普奇。阿美利加据传与哥伦布有过几次同行，并且还可能3次考察过南美大陆。不同于哥伦布，阿美利加认为这是一片全新的大陆。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告诉了自己的雇主，也就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根据阿美利加的传闻制作成册，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但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制作者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在绘制新的世界地图时，为了给这些位居欧亚大陆之间的土地添加名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美利加。事实上，当时的欧洲人也大多是根据阿美利加的传闻了解到了新大陆的存在，而不是哥伦布。于是，新大陆的名字就这样被命名为了阿美利加，并沿用至今。哥伦布没有为欧洲人打通直接通往东方的道路，但殊途同归，一个全新的致富机遇却被欧洲人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未被宣称归属的陌生大陆，一群可以被轻易征服的落后族群，还有什么能比这些信号更令这些自认为文明的欧洲人激动呢？第一个受益于哥伦布新发现的国家，自然是他的资助者西班牙。从1492年在海地建立起第一个殖民地，西班牙在美洲的掠夺殖民史持续了近3个世纪。西班牙人贪婪的火焰吞噬了美洲大陆原有的平静，也给这里的土著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西班牙人在美洲无恶不作，他们打家劫舍，抢夺印第安人的妻女，奴役印第安人。加上欧洲人带来的病菌，自西班牙人来到美洲200年不到的时间里，美洲的原住民锐减了70%以上。据估计，从1492年到1650年，美洲人口从最初的9000万下降到了2000万左右。作为中美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强权，阿兹特克帝国在西班牙人猛烈的炮火之下，只抵抗了3年不到，并宣告了自己的终结。被夷为平地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特诺奇提特兰之后被改称为了墨西哥城。在得知阿兹特克帝国毁灭以后，邻国的普雷佩查帝国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于是便向西班牙人示好，为其送上了黄金，演了一出公鸡给豺狼拜年。对普雷佩查帝国的黄金激起兴趣的西班牙人，于1522年进入普雷佩查帝国都城青葱灿。因恐惧于西班牙人强大的武力，成千上万的普雷佩查军队不战而降，普雷佩查帝国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1530年，因不满普雷佩查帝国的贡品分量不够，西班牙人重启对普雷佩查帝国的入侵，并于同年将其覆灭。而包含上述等的历史事件，西班牙人在美洲开展的诸多残酷行为，无疑都是对美洲现有财富的掠夺。西班牙人在这里寻求金银财宝，迫使土著居民就范向其纳贡。总之，西班牙人的兴趣并不在于发展当地经济，他们在殖民地开展贸易垄断，打压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此外，实行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帝国为了便于统治，还强迫土著居民接受他们的宗教、法律和文化。西班牙对美洲施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拉丁美洲相比往后的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表现出了更加落后和不稳定的状态。截至16世纪末，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西班牙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据传占有着当时世界经营总量的83%。不过，这些从美洲掠夺而来的财富太过集中西班牙的上层了，西班牙的中下层并没有因此受益。大量的金银涌入，引发了16世纪西班牙的价格革命。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当时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近4倍。高企的物价更阻碍了西班牙工商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加之西班牙频繁的对外战事而背负的沉重财政压力，
经济问题此后将成为影响西班牙帝国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说起西班牙在16和17世纪参与的各种战事，宗教纷争显然是一个关键词。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发起的新教改革，让虚伪和腐败的天